孙福宝皱眉，抓起椅子指着闹事的几人怒骂道：“别一个个给脸不要脸，真以为我不敢动你们几个？”华仔，去楼上喊他们别玩了，有人要在这里闹事。我嫂子的家里在上面可是有人的，你们几个别想着闹事。AA 来酒吧玩的选手赔不起。众人知道惹到了岔子，心里有点后怕，灰溜溜的走了。远处的中年大叔见没有英雄救美的机会，有些失望，但他没有急着离开，他想要看看这朵百合的男人是谁。在小暖跌跌撞撞马上就要走出酒吧的时候，与走进酒吧的人撞了一个满怀，一个公主抱，将小暖抱在了怀里。孙福宝笑嘻嘻转身离开酒吧，看热闹的人也明白是人家的男人来了。你喝酒还开车来，是不是福宝没发现你就开车回去了？而且还来这种地方，要不是今天福宝在这里，你想过你的下场没？你捂脸有个屁用！被我以公主抱抱在怀中的小暖，双手捂着脸，不想让我看到她的模样。我也懒得再说她，转身就要离开酒吧。然而刚出酒吧门，见了风的小暖就吐了我一身。这一瞬间我要崩溃了，咬牙怒道：“真应该现在把你送到妈面前，让妈知道咱们俩刚离婚你就来酒吧买醉。车钥匙给我。”小暖迷迷糊糊地看着我，挣扎着喊道：“是我妈，不是你妈。”那我送你回你妈家。我没有家里钥匙。小暖，你是不是没准备回家？我真的有些生气了。小暖躲在我的怀里，像是一个犯错的孩子。没过多久，我听到了哽咽的声音：“徐毅，我没有家了，我妈把我的房子卖了。”没有办法，我只能带她回了我刚租的房子。在沙发上睡了一晚上的我，醒来的时候感觉全身都疼，更心疼我还没碰过的被褥被人霸占。我是被手机吵醒的，天还没亮，小暖的手机就响个不停。迷迷糊糊拿过手机接通电话，对面马上就传来了陈暖秋的佛门狮子吼，外加亲切的问候：“等你这个小丫头片子回来，一定会扒了你的辫。刚说了不准夜不归宿，第一天就敢犯。”听着陈暖秋的怒吼结束，我小声道：“妈，我是徐毅，小暖在我这儿。”电话瞬间被挂断，我迷茫地看着手里的手机。这时候一条简讯发了过来：“我和老温出去旅游了，小暖就在你那儿住吧，我也放心。敢给我打电话，军体全伺候。”我迷茫地看着手机，丈母娘就一点都不担心小暖，好像也没啥可担心，都一起生活3年了。在我迷茫的时候，小暖悄无声息地来到了我身后。查手机呢？没离婚的时候不见你查我电话，和杜腾打电话的时候你也不问，怎么离婚后开始查手机了？要不要我帮你？我转过头看向脸都没洗的小暖，闭着眼深吸了一口气。小暖，你要是再敢喝酒，我绝对会告诉妈的。我饿了。小暖有意避开喝酒的话题，拿过手机，当着我的面打开手机的黑名单，里面赫然就是肚子疼的号码。随后把手机丢在沙发上，起身蹦蹦跳跳的去卫生间洗漱了。看着小暖的背影，我的感觉很怪，才离婚不到1天，又要同居生活。听着卫生间里咿呀呀的声音，我站起身走向厨房，一边做早餐，一边转达丈母娘的话：“妈和老温去旅游了，说是带走了家里的钥匙，妈让你在我这儿住。”我不介意，又不是没在一起住过。徐毅，你快点儿，我今天要去上班。听着这臭不要脸的话，我差点拎着锅去卫生间找小暖拼命。这算什么事啊？婚也离了，合约也违背了，背上还有400万债务，然后又住在一起了。我的内心告诉我要反抗，我深吸了一口气。你快点洗漱，我也要洗漱出门，今天要去面试新的工作。话落，小暖从卫生间露出半个脑袋，疑惑道：“徐毅，你昨晚回来还把衣服给我洗干净了，要不你别上班了，给我做保姆算了。”不要，看着我前妻和她的旧爱缠缠连绵，就算咱们2个是协议结婚，我怎么也要点男人的尊严吧。旧爱？你说肚子疼？徐毅，你吃醋了对不对？徐毅，你是不是喜欢我？我不说话，小暖继续追问。无奈的我端着早饭离开厨房。徐毅，你只要说你吃醋了，我就不会选择肚子疼。我是吃醋了，但是你现在要吃早饭了，懂吗？还有一件对我很不幸的事情，就是我又要开始照顾你生活。这是你的荣幸，徐毅，你不知道，昨晚在酒吧，好多人和我搭讪。吃饭。我们2人都没有发现一件事，很重要的是离婚之后相处的方式变了。我对小暖不再是毕恭毕敬，小暖对待我也不再像是对待一个保姆。她害怕我追问她酒吧的事情，同时听到我说吃醋的时候，她心情很好，一扫阴霾，对住在这里也没有排斥。而我的内心则是在哀嚎，老子比赵四他爹死了都惨，但是400万还是要还的。吃饭的时候，我收到了的荣耀集团的回复，告诉今天有时间可以来公司见面谈。随后我便一路摇摇晃晃的到了荣耀
集团的总部。当我刚要大步向前迎接新的挑战时，一辆大红色的猛禽擦着鼻尖在我身前飞驰而过。原本的自信一瞬间被吓得烟消云散。等回神的时候，猛禽已经在远处停下。车上下来一个女人，黑色的包臀裙，脚上是一双7、8厘米左右的高跟鞋。女人的身材十分火辣，穿着大的，但在我的眼里，这娘们就是差点杀了自己的凶手。不等我上前理论，火辣身材的女人一路小跑，消失在了荣耀集团的门内。我捏着下巴，心里小声琢磨：这娘们不像个好人呐。荣耀集团人事部的面试办公室中，我坐在一把椅子上，对面是3位面试官，2男1女。这种感觉让我回忆起了在派出所接受审问的场景。坐在中间的女性面试官率先开口：先做一下自我介绍，我姓赵，是人事部的经理，我会对你进行询问了解，这2位则是对你的回答和经历进行抉择，最终是否能达成你与公司的合作。在荣耀集团，所有员工与公司全部都是合作关系，不存在雇佣。另外，荣耀公司相对其他集团稍微人性化一点。现在我先给你介绍一下公司的制度，你考虑是否继续进行面试。赵经理的表情很温柔，言语中也没有居高临下的意思，这一点让我十分舒服。随后了解公司的制度后，我表示可以接受公司的制度。赵经理眯眼笑了笑，相比畅享集团，我们荣耀对待员工更加人性化一些，来上班又不是签了卖身契。现在我要对你提问了，在你对我们满意的时候，我们也需要对你满意。首先做一下自我介绍吧。我回以笑脸，轻声道：徐毅，汉族，25岁，离异，在畅享集团策划部有3年工作经验，策划过一些小的项目，也参与了荣耀集团的策划。学历只有高中，大一家里出现意外，然后辍学。能冒昧问一下，你离婚的原因？与前妻家境相差巨大，不想耽误她。如果现在要你想出一个对付戎装世界的策划，你会从哪方面着手？我认为没必要去针对戎装世界，它只是一个走低端路线的品牌，主要的客户中老年人居多。戎装世界不过是一个拯救畅享百货的办法，一个只能选择转型的办法。荣耀百货主要是以金店、奢侈品专柜完成吸金，要是去模仿一个戎装世界，没有必要，结果也不会太好看。最后一个问题，你为什么要离开畅享集团？离家远，算理由吗？好的，最晚明天晚上会给你答复，期待能与徐先生合作。走出房间的我还处于一个迷茫的状态，一只脚踏出门的时候，突然折返问了一个问题：楼下那辆猛禽是贵公司的车？这个问题一出，3位面试官的脸色都有些尴尬。赵经理站起身，尴尬道：徐先生没受伤吧？这车的确是公司的，只是……我知道了，等我见到车的主人，我会抽他2个耳光，你们别怪我粗暴。他穿着8厘米的高跟鞋，差点给我撞飞。我走了，留下3位面试官面面相觑，不知最后这一句话要不要记录下来。姑奶奶可不是第一次穿高跟鞋开车，而且全公司的人都知道，千万不要9点左右横穿广场，一定不能溜视，一定要走人行甬道。赵经理叹了口气，我感觉不错，可以先留下试试。反正公司有1个月的试用期，合约上也会写1个月之内可以无理由的劝退。至于他差点被撞的事情，就当是咱们姑奶奶的见面礼吧。混乱引来了围观，负责面试的3人也急匆匆地赶来，因为这2道声音他们太熟悉了。人事部的赵经理看到眼前的场面时，瞬间就懵了。徐毅，你快放手啊！刘总，你也放手，放手！员工们都看着呢。徐毅，你先放手，刘总是女孩子呀。刘总，我皱眉松开手，可不料这女人不但没有放手，竟然张嘴朝着我的脖子咬来。赵经理见状，连忙劝说阻拦，好说歹说的让刘总放开了手。此刻我们2人狼狈的互相怒视，柳如烟弯腰就要脱鞋砸向我，赵经理连忙抱紧刘总劝说，然后示意我先离开，晚一点他会打电话代替刘总道歉的。我冷哼一声走进了电梯。晦气。柳如烟整理着头发，轻声道：赵经理，你认识这个人？赵经理帮着整理短裙，轻声回道：刘总，他是今天来面试的，刚才在楼下差点被你撞。我知道，看到帅哥我就心烦，只能看还吃不到，不撞飞留着干嘛？面试的，告诉他明天来上班，抓老娘的头发还占老娘的便宜，看我怎么玩你。说着柳如烟就走了，离开的时候撩起裙子拽了一下里面的安全裤。众人是敢怒不敢言，公司哪里都好，就是这位总经理让人毛骨悚然。我离开公司就收到了录取通过的短信，告诉我后天周一就可以去公司上班，一切手续在前台领取就可以了。可我总有一股羊入虎穴的感觉，我不能拒绝。去荣耀集团是我计划的第一步，也是最重要的一步。只有在这里才能找到我施展才华的机会。和小暖生活的3年，打破了我对所有女人美好幻想。为什么独居的女人房间会那么乱？想起小暖，我给丈母娘打了一个电话，问老两口什么时候回来。电话通了。喂，小叶啊，你
妈她打麻将呢，我们在三亚呢。听着电话里麻将机的声音，我感觉血压都增高了。屁的理由，老两口就是不想让小暖回去，打扰他们二人世界，可就真不敢把小暖送回去。要给老温和丈母娘留颜面，也要给小暖留一个面子。离婚毕竟是我提出来了。想起小暖，我感觉我的人生变得更加阴暗了。谁能想到，在畅想公司传有洁癖的副总裁，在家里和猪没有任何区别。这位大小姐，让我明白了何为双手不沾阳春水，说多了都是眼泪。一处奢华的别墅中，陈暖秋已经从麻将桌上下来了，离开的目的是收拾说漏嘴的老温。一身休闲装的老温皱着眉头，脸色哀怨的看着欺压了自己多年的媳妇，叹了口气道：你说咱们这样真的好吗？会不会有事？陈暖秋扒开橘子递给老温，皱眉道：这俩孩子里面弯弯道道的事儿不少，大概事情我也打听清楚了。还有小白眼老给咱打过电话，说过要回家吗？他早就习惯有徐毅伺候，你就别跟着担心了。徐毅这孩子咱们也看了3年，什么人品你不清楚？偷偷和你说，徐毅这孩子是抽烟的，愣是为了小白眼狼3年一根没抽。你说小白眼狼会有什么事儿？老温放下橘子，后仰歪头看着陈暖秋，皱眉道：徐毅抽烟就对，然后我抽烟就是不行。陈暖秋，你过分了。过不过分还能离婚咋的？今天我开心，允许你抽2根。老温如接圣旨，起身一路小跑，和老友们去阳台抽烟。其实陈暖秋给小暖打了一通电话，只要他认错，就可以拿到房子钥匙回家住。结果这小白眼狼一句话都没说就把电话挂了，这明显是有靠山有后盾的呀，那还担心个屁。陈暖秋重回麻将桌，我推着车在超市里面游荡，想着晚上做点什么。最终我买了一节大肠，买了点豆角和蘑菇。等回到了家中，此时小暖已经回来了，她特意给自己买了一套黄色的小熊卡通睡衣，正坐在沙发上抱着薯片看着电视。见我站在楼梯处，放下薯片，仰头大喊：徐毅，我饿了。我深吸一口气，轻声道：你准备承租？小暖用力点头：我可以支付伙食费和房租的。徐毅，我被抛弃了，我给我妈打电话，她不接，还发短信骂我。短信我看看。删了，你是不是想趁机查我手机？给你看，给你看，我去卫生间了。小暖握拳大呼，肚子疼真的进入了黑名单，没有原因，小暖只是不想让那个家伙给自己添堵。喜欢洋妞，姐姐还不伺候了呢。在我洗菜的时候，小暖钻进了厨房，背着手好奇地看着水池里的材料，小声道：都是我爱吃的，你就不怕我今天不回来了？我头也不转地认真洗菜，轻声回道：你不是不喜欢厨房里的味道，溜进来干嘛？我不挑食，你不回来我一样吃。哎，徐毅你变了，果然男人都是善变的。离婚才几天，你就对我如此冷淡。别忘了姐姐还是你的债主，还钱还钱。你不挑食，咋不买螃蟹？螃蟹一直都是小暖买现成的回来吃。结婚后的几年，她和我只吵过1次架，原因就是小暖买了螃蟹让我煮，我下不去手，放在鱼缸里面养起来了。然后第2天就看到了小暖把一只只活蹦乱跳的螃蟹扔到了开水锅中，然后整个晚上我的脸都是阴沉的，没有做晚饭，也没有刷碗收拾厨房。小暖知道自己说错了话，我没有放在心上，转过身走出厨房。在小暖以为我又要罢工的时候，我回来了，手里还多了一盒酸奶。出去坐沙发喝，别在这里烦我。离婚后的我不会对小暖毕恭毕敬，我的骨子里也没有讨好女人的念头，人都是平等的，没有高低之分。尽管现在你是债主，但小暖没走，她不知道在说我变了的时候，她也变了，可能是2人之间的关系变了，不再是夫妻。大肠要多放一点辣椒才好吃。你忘了半夜2点差点疼死在床上，去医院折腾半宿的事了。那还是结婚后的第2年，冬天的时候，小暖大呼要吃水煮鱼，要最辣的，然后半夜小暖就被紧急送到了医院。医生的诊断是肠痉挛，解痉挛针没用，点滴没用，最后没办法，我只能一个劲的让小暖喝水。我在床边陪了1个晚上，小暖在病床上吱吱呀呀的叫唤了1个晚上。因为小暖打扰了其他人的休息，我差点在医院和人动手。小暖也想起了这件事情，以前觉得我是应该的，现在想想应该也是小幸福吧，毕竟是合约结婚而已。那少放一点吧，火候大一点。有汤吗？鸡蛋汤。大小姐，如果这事儿能否帮臣把碗筷拿过去？好的，徐公公。小暖离开厨房时，我不自觉地露出了笑脸。晚饭3菜1汤，如果不是小暖在这里，我或许都不会下厨。饭桌上，我和小暖都没有开口，安静的吃饭，仿佛回到那3年的生活。饭后我收拾碗筷，小暖主动帮忙洗好了碗筷。我回到沙发前，拿出电脑准备学习的时候，小暖来了，换上了一身休闲装。徐公公，要不要下去散散步？本公主给你一个护花的机会。不去。徐毅，不去，我要看些东西。
小暖气急，深吸了一口气，随后笑颜如花的看着我，嗲嗲的娇声喊道：“徐哥哥，人家吃完想下楼走走。”你闭嘴！哼，直男哥。我没能承受小暖这物理还带着点魔法穿甲的攻击，举起手投降。下楼。素颜的小暖很漂亮，加上她那傲人的身高，修长的双腿，走到哪里都是风景线。在她身边的我，相貌英俊，郎才女貌的一对，瞬间成为了小区的焦点，吸引了诸多目光。走到篮球场，小暖大呼走不动了，要去超市买水。喝什么？我看着超市，又看了一眼自己家，随后摇头说：“回家再喝。”小暖嘀咕了一句：“守财迷。”随后小跑去了超市，哪里还有走不动的样子？留在原地的我看着篮球场，心想着是不是要去玩一玩，运动运动。正巧这时候有一个20左右的孩子崴了脚，全场篮球少了一个人，众人的目光也落在了我的身上。其中一人问能不能过来踢一会儿，过会就会有人补上。很久没有碰篮球，有些手生，2次传球没有接到后被嫌弃了。骄傲的我不能就这样灰溜溜的走了，脱下外套重新上场，接球后不急着进攻，寻找着手感。随着汗水的流下，手感也越来越好。上篮3分，抢断助攻，除了篮板，我都已经达到了最佳状态。在我有些沾沾自喜的时候，球场上的小伙子们的画风突然变了，一个个像是打了鸡血一样，速度飙升，竟然还出现了灌篮。在我疑惑的时候，发现那个受伤的孩子目光直勾勾地看着球场外。我转头看去，发现是小暖回来了，坐在椅子上拿着手机在通电话。我老公不需要上门服务，他不吃零食。小暖一脸的懵懂和认真，电话里妩媚的声音嗲嗲的传来：“哎呀，妹妹，你这就说错了，男人哪个不偷腥啊？家花比不得野花香。”那他也不吃野花，埋汰。对方沉默了，似乎被这句话伤了自尊，能听到对方在深呼吸调整状态。妹妹别怕，姐姐会吸引他的。阿姨你很有自信，我老公只喜欢腿长的，正巧我身高1.72米。阿姨你呢？过1.7米没？电话被挂断了，球也打完了。在最后这一会儿，我被玩虐得十分凄惨。然后我在球场所有人的注视下，走到了那不多见的美女身前，接过一瓶水，仰头灌下。名花有主了，我没理会这些孩子的想法，看着小暖手中的手机，疑惑道：“少我的？”小暖笑着摇了摇头：“骚扰电话，看你打球被人虐得那么惨，不忍再看，接了电话打发时间。怎么样？是不是感觉岁数大了，体力透支了？”我耸耸肩。有个天字号的大美人在这里，可比兴奋剂要有效得多。走吧，一会儿那些孩子会把我当作情敌的。话音刚落，身后传来了拍球的声音。那多次灌篮的小伙来到我的身后，说是要来一场单打。我没有拒绝，结果是被虐得体无完肤。小伙心里大喜，以为会得到女神的青睐，结果发现女神对着我掩嘴偷笑。在看向他时，一双眼睛冰冷如寒霜。我和小暖走了，球场里的人也没有了打球的兴致，一个个犹如霜打的茄子坐在地上。那灌篮的小伙子唉声叹气道：“不打球了，留着时间去找个女朋友不好吗？”众人纷纷点头赞同。在城市的某一座高档公寓中，一个女人怒气冲冲地站在镜子前，咬牙切齿：“你1.72米，你骄傲，姐姐还1.8米呢！妈的，尺子不准，咋166了呢？”我早早躺下，身心疲惫，闭眼一瞬间进入了睡梦中。睡在主卧的小暖摆弄着我的古董手机，看着上面的2个号码，想起接通电话时候对方的反应，小暖怎么感觉都有点不对。难道徐艺外面有狗了？难不成是在还没离婚的时候就勾搭上了？虽说不上喜欢我，可怎么说这才离婚2天就有狗了？小暖越想越气，拨通了一个号码，电话瞬间被接通。方才脸色不太好看的小暖瞬间换了一个人似的，眯着眼笑道：“李主管，这么晚打扰你，真是不好意思。还没睡吧？”公司副总裁的电话怎么能说睡了？对方连连说：“还没睡。”小暖笑着继续道：“听说前些日子你申请休年假被拒绝了，是家里有事吗？这样啊，明天是周6，算上周日你可以再请2天，够吗？”“够的，够的。”“那你明天去公司把手里的事情交代一下，到时候我给你批条子。”闲聊了一会儿，小暖步入正题：“李主管，听公司人说你爱人在通讯工作，我这边有个号码，能帮忙查一下？不急不急，有时间告诉我就行，看看手机卡注册人是谁就可以了。”电话挂断后，小暖的脸色又恢复到了刚才的模样。大约过了半个小时，李主管打回来了。为了休假，大半夜的把老公撵去了公司。查号码的主人，可惜电话号码的权限很高，没有查出来。李主管心怀忐忑地告诉了温副总事情，他的假期还是被允许，但是算上周末只有4天。小暖坐在床上看着手机号，小声嘀咕：“这扑克牌号
还是个高级用户。周末的2天生活很平淡，小暖又回到了结婚时的性子，把自己关在房间里，忙着手里的工作。委员会要几个公司去竞标一块地，一个老旧的小区，投资部和风险部的人怎么算怎么亏。小暖生怕这块地被委员会强行塞给公司，我也懒得搭理小暖，在1楼查着需要的资料。下午的时候再锻炼锻炼身体，不过打球是没人和我玩了，几个打球的小伙子总感觉我是来炫耀的。这2天对我来说是度日如年，现在的每1分钟我都不能放过。1年400万债务压得我有些呼吸困难，同时也让我感觉到刺激。周一的早上，小暖匆匆吃完饭就去上班了。出门时问我需不需要开车送我一段，我摇头，不顺路。丈母娘似乎是真把这个如花似玉的大闺女给忘了，一个电话没有，也不见小暖这2天接过电话，我有点犯迷糊了。丈母娘不打电话也就算了，国外的那个家伙也一个电话都没打，小暖真给他拉黑了，这娘们又整什么幺蛾子？殊不知大洋彼岸，一位大男子生无可恋的躺在床上发呆，他也没明白小暖在干嘛，怎么说拉黑就拉黑了。给助理打电话，得到的答案是小暖小夫妻俩去补蜜月了，肚子疼差点被一下气死过去。等回国一定先处理徐毅，竟然让这个泥腿佬给捷足先登了。再一次抵达公司的我学聪明了，在横川荣耀集团前的广场，真有可能被那虎娘们一下给撞死。和小暖这3年，我知道有钱人与没钱人的差距，同时也对美女有了点抵触。在外面流光水滑的姑娘，在家里极有可能和小暖一样，因为小暖说过世上9成独居女人差不多都是这个样子。这句话算是打破了我脑海里所有的美好。平安无事地走进荣耀的大门，这回公司的职员都来上班了，重新换上西装的我变帅了。来到前台，拿出身份证领取了录取合同，签字后，前台的小姑娘拿出一块糖放在合同上，眯着眼笑道：欢迎来到荣耀集团，这块糖是公司的见面礼，寓意忘记昨天的苦涩，在荣耀的工作是甜甜的。小姑娘的脸蛋圆圆的，可可爱爱，我笑着刚想回话，然而下一秒，身后却传来了一道冰冷的呵斥声：都很闲吗？工作都做完了吗？闲着没事就绕着公司跑20圈，别一个个都做出小肚囊的腐败模样，有损公司形象。徐毅转身靠在前台上，看着呵斥职员的柳如烟，淡黄色的包臀短裙，一双8厘米高跟鞋，酒红色的长发，这娘们怎么看都不像一个公司总经理，更像是被人包养的小三。渐渐的，徐毅的嘴角笑意消失了，柳如烟已经来到了他的面前。不得不承认，这娘们很漂亮，很妖艳，很狐狸，很倾城。可惜就是这么一个狐狸美人，长了张嘴，不知道该做什么，不知道就去扫厕所，别站在这里碍眼。你在前台也不会多给你1分钱。这娘们绝对是来大姨妈了。徐毅秉着好男不和女斗也斗不过的理念，转身就走，结果刚走一步就被柳如烟抓住了胳膊，夺过手中的合同看了一眼，随后对着前台的姑娘就是狂风暴雨的教训。小姑娘也不知道自己犯了什么错，低着头红着眼睛不敢反驳。策划部，谁说让徐毅去策划部的？告诉你多少遍了，综合部，综合部。徐毅，你去综合部报到，合同一会儿会送到你的手里，现在别在这里碍眼。老娘今天很不顺气。柳如烟的心情有1%是因为徐毅而不开心，剩下的99%是那块被衙门口招标的地。这块地谁做谁亏钱，柳如烟最恐惧的就是亏损。徐毅深吸了一口气，刘总，我应聘的是策划部的工作，现在让我去综合部。综合部的工资比策划部多1000，奖金照常。好的，刘总。你马上要走光了。老娘穿的是安全裤，滚蛋！原本想让这个女人难看一下，谁料到她这么彪悍。徐毅走后，柳如烟的脾气似乎有所好转，发泄过后心情舒服了不少，敲了敲前台的桌子，冷声道：哭什么哭？哭有用，我能哭1个月。去财务领200奖金，放你2个小时的假，别耽误工作。小姑娘破涕而笑，这就是柳如烟敢在公司胡乱发脾气而没有员工讨厌的原因。做错了事情，她会毫不留情的大骂，骂过之后又会想办法哄好。公司对刘总的评价是刀子嘴豆腐心，一个20多岁的小姑娘扛着巨大的压力管理着公司，没崩溃就不错了，还想着帮他们谋福利。柳如烟走进电梯的时候叹了口气，该怎么办？到了综合部后没遇到任何麻烦，主管是一个35、6岁的大姐，姓杨，性格很温和，职员12、3个左右，与徐毅同龄居多。副主管的年龄大一些，差不多40左右，很油腻的一个大叔。整个上午徐毅都在观察着综合部的气氛，闲很闲，基本没有人在忙，偶尔会打几份文件送去其他部门，然后就没有其他的事情了。看电影的看电影，打游戏的打游戏，可这并没有让徐毅感觉到舒服和惬意。现在他没有资格来享受这些，他想去策划部，只有在策划部他才能找到机会。
在策划部像战场，而这里好像是养老院。熬到了中午，他们似乎没有去吃午饭的意思。徐毅站起身，轻声询问身边同事：“这里的午饭怎么解决？”“饿了一起吧，正好我自己也不愿意去。”这个同事似乎很好说话。两人离开综合部去1楼餐厅的路上简单交流，算是认识了。小伙子叫苏亮，比徐毅小几个月，刚来公司2个月的时间。具体综合部要做什么工作他也不清，每天打印几份文件算是工作。但是杨姐每天都很忙碌，大家伙也不知道忙个什么。在餐厅遇到了人事部的宋经理、赵经理，两人笑着打了招呼。荣耀的饭菜不错，徐毅要了1份米饭，苏亮1碗牛肉面。两人刚准备动筷的时候，赵经理拿着2瓶果汁过来了，果汁放在了徐毅的面前。赵经理脸色微微有些尴尬，问道：“徐毅，其实刘总人很好的，我听说你被调去了综合部，挺不好意思的。我给你合同是去策划部的，但综合部也很好。刘总来公司后成立的部门，没有工作的时候很闲，一旦忙碌起来就不会是小事情。你要是不想留下，过几天我再调你去策划部。”徐毅淡淡笑道：“能去策划部最好，不能去也不能强求。去综合部是早上刘总亲自下的命令，我也不能拒绝，对吧？我只是想趁着年轻去努力，多学习学习。要是可能，麻烦赵经理了。”赵经理笑着摇了摇头：“没事，这也是我的工作。那你先吃着，我还有些事情要做。”大中午的能有啥事？徐毅笑着点头，起身送赵经理离开。重新坐下的时候，苏亮看着桌上的2瓶果汁，轻声道：“一哥不喜欢在综合部，这里日子清闲，工资还比其他部门高，何必去策划部受累？”“你不说当我没问，反正我对这个也没兴趣。”“你是想知道一哥和刘总有什么误会？”刚来公司的时候不熟悉，差点被刘总撞了。当时也不认识刘总，大吵了一架。话音落下，苏亮的脸色变了，身子微微前倾，小声道：“前几天有人和刘总在电梯门口打起来了，听说还扯了刘总的头发。一哥不会就是你吧？”“如果你是说周五那天的事，应该就是我没错。别八卦了，吃饭吧。”“一哥，那真英雄也。”苏亮补了一句后，低头吃面。看他的样子，似乎是一点都不担心被牵连，也不知道说他是没心没肺，还是人比较随和。但徐毅笑不出来了。他突然想到，刚才人事部的赵经理过来，是不是帮助刘总来套话的？如果是，那就遭殃了。柳如烟绝对不会让他去策划部的，惆怅啊！事实上，徐毅猜的一点没错。赵经理离开餐厅，一路小跑去了14楼的总经理办公室，站在门外深吸一口气，推门而入，没说出第2字。一个文件夹就丢了过来，擦着赵经理的蛮腰而过，吓得赵经理站在原地不敢再动。柳如烟眼神中带着愤怒，咬牙怒道：“策划部养了一群废物，这就是他们给的方案。他们以为别人都傻，只要这个项目内定落在咱们的头上，竞标的时候畅想就会坑死咱们。盖他奶奶的哨子商品楼，这步行街他去买，去步行街看飞机起飞。”赵经理捡起地上的文件送回办公桌，随后连退了5、6步，站得远远的。柳如烟叹了口气，拨通了一个电话。这电话不打还好，得知了结果后，他更加崩溃。畅想的温副总裁利用家里的关系把事情解决了，畅想做不了这个冤大头，就要轮到荣耀了。市里就这么2家房地产大公司，衙门口绝对不会去找那些小公司，小公司也不会去碰这个烫手的山芋。柳如烟卸掉了全身的力气，下巴抵在办公桌上，可怜巴巴地看着赵经理：“赵姐，我该怎么办？”现在就差一道圣旨，给咱们荣耀来接这个烫手的山芋了。生意肯定会亏损的呀。算了，问你也白问。赵经理脸色尴尬地笑了笑，低着头小声道：“刘总，这项目和策划不是我的长项，你应该问问康刀副总，他恨不得我早点下去呢。对了，我让你去问徐毅的事情怎么样了？把他弄去了综合部，我心里还有点过意不去。”柳如烟似乎一点力气都没有了，说话都有气无力的。赵经理回想刚才徐毅的模样，轻声回道：“这个人的事情我查了一下，学历是假的，混入了畅想集团，不到1年时间就在畅想的策划部小有名气。后来似乎是专门给某个人做了私人顾问，他还是想去策划部，但不太强烈，有着和年龄不符合的成熟。策划部，我现在想一把火烧了策划部。唉，他懂策划。面试的交谈时似乎懂一点。知道了，你去忙吧。告诉小杨家，去通知策划部的人再做一份策划书过来。项目部也早点给我个答复，做不出来就都别回家了。记得给他们准备晚饭。
赵经理点头称是，踩着小碎步离开总经理办公室。饭后准备休息一会儿的徐毅被一声清脆的声音吵醒，抬起头看着一身职业装的三无萝莉，蹦蹦跳跳地冲进了综合部。他似乎对这里的每个人都很熟悉。打游戏的人关闭了游戏，也有女同事拿出来零食。可惜三无萝莉没嘚瑟多久，就被杨姐的一声干咳吓得老老实实，抱着综合部部长杨澜的手臂，亲密地喊了一声“姐”。杨澜对这个妹妹也有些无奈无力道：“你不在刘总那边，又偷偷跑我这里干嘛？小心刘总收拾你。”小杨家皱着鼻子反驳道：“才不是偷偷呢，刘总不会说我的，我还要帮他阻挡那些苍蝇呢。姐，徐毅是哪一个？刘总要我来找他。”听到这句话，众人的目光全部都落在了徐毅的身上。徐毅的眼角抽搐，万万没想到这个女人的报复竟然来得这么快。苏亮趴在一旁的桌子上，小声道：“一哥，还能看到你活着回来吗？”我看你兜里有盒好烟。徐毅笑着打趣儿，却没想到苏亮直接把烟塞给徐毅，捂着肚子笑道：“兄弟给你现行了。”说话时，三无萝莉小杨家凑到徐毅身边，上下仔细打量，随后转头看向杨澜，眯眼笑道：“他就是徐毅吧？长得还挺帅的，难怪和刘总动手还被录取了。徐毅，你梁姐姐愿称你为最强。去吧去吧，14楼最里面的办公室就是刘总的。”徐毅看着这个小萝莉皱眉笑道：“你不去啊？”小杨家眯眼笑道：“杨姐姐，我只会在你落难之时出手，现在你落难了，可我饿了呀。”“那你饿着吧。”徐毅站起身，不再理会前来敲诈的小杨家，对着杨澜笑了笑说：“会快去快回的。”杨部长笑着点了点头，只不过在他转头看向自己亲妹妹的时候，笑容不见，就这耳朵拎进了他的办公室。在前往刘总的办公室之时，徐毅抽了根烟，他不知道柳如烟这娘们抽什么风，无论如何都是要承受的。荣耀是他唯一的机会。敲响总经理的办公室，听到里面传出了柳如烟的声音后，徐毅推门走进，轻声道：“刘总，您找我。”此时的柳如烟还趴在桌子上，无力地翻了一个白眼，虚弱无力地开口道：“我不找你，别人还能让你进我的办公室？我不和你藏着掖着的。你对我动手拽我的头，我就是要折磨你。受不了就滚蛋，工资3倍给你。能接受就把办公室的卫生打扫了，这是综合部的工作之一。”“好的，刘总，我这就去准备拖把和抹布。”徐毅很淡然地接受，这让柳如烟觉得看不清这个家伙，眼睁睁地看着徐毅拖地、收拾茶几上的果皮，看了一会儿，柳如烟看腻味了，低头看着各个部门针对地皮的文件，越看越生气。他发现自己养了一群猪，做商场能做得过老百货，眼睛瞎了还是耳朵聋了？不知道市中心就有荣耀百货，还有说建造市场的，对面就是小商品城，简直不堪入目。更有人说做大润发，简直是不长脑子。一道刺耳的尖叫吓得徐毅打了一个哆嗦，随后就看到这娘们把桌上文件全部都扔在了地上，还有脚上那一双高跟鞋。徐毅深吸了一口气，低头继续收拾，表面没有任何反应，可心里已经开始自我怀疑了。难道这辈子就注定做个家庭妇男了？结婚3年做了3年，离婚后以为解脱了，结果温暖又回来了。以为上班可以做一些正事，结果还是收拾卫生伺候女人。徐毅坚定地认为他上辈子一定得罪了很多女人。整理好文件重新放在桌上，柳如烟一把推倒在地。徐毅深吸了一口气，再次捡起，结果又被柳如烟推倒。柳如烟见此大怒，徐毅不管了，把文件全部都装进了垃圾桶，顺便还有柳如烟的一双鞋子，随后开始拖地。徐毅，你有病啊！老娘的鞋子你给扔了，你背我回家。背不动，综合部还有背总经理回家的职责。养了一堆废物，废物并不包括我。徐毅，你以为我不会开除你？刘总以为我是来应聘家政的，泥人还有3分脾气，而且徐毅本就对美女有着绝对免疫力，这一切要归功于温暖温大小姐。柳如烟被气得大口呼吸，手中的电话就差一个数字就拨到人事部去了。丰满的胸牌不断起伏，可惜徐毅背对着她，看不到这波澜壮阔。如果看到，徐毅会为温暖伤心，差距咋就这么大？打扫办公室用了半个小时，准备清理垃圾的时候，开口问道：“刘总，这些策划案要扔掉吗？我是不是回综合部了？”“爱上哪上哪去，看你就烦。”柳如烟没好气地回道。就在徐毅走出办公室的时候，柳如烟开口大骂：“徐毅，你这个王八蛋，你给老娘的鞋子拿回来！”徐毅微微一愣，看着纸篓里面的鞋子，脸色微微有些尴尬。他把鞋子给忘了，端着纸篓回到办公室，拎着一双鞋子，尴尬挠头。“那个刘总，我给您放这里了。”柳如烟站起身，赤脚走在地砖上。徐毅见此皱起了眉头，但没有开口，不找那些麻烦。
柳如烟在徐艺的身边走过，夺过鞋子扔到了一边，抬起头看着徐艺。柳如烟已经没有任何办法，一双狐狸眼中带着委屈和不甘。徐艺，帮帮我！徐艺微微一愣，低下头看着手中的纸篓，他猜出了大概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轻声问道：“死马当活马医。”柳如烟很诚实的点了点头。我想不到任何人了，策划部、项目部都想尽了办法，综合部的人我不指望，如果失败，我没有路了。我很贵，肉偿？你在我眼中不比钞票，我很需要钱。我想去策划部也是因为我需要钱。你能给我多少？我听人事部的赵经理说了，你来荣耀面试的部门是策划部，你懂策划对吧？如果你能保证你的策划案不亏损，通过高层会议，我会支付你20万。给我时间，最多1周。来不及了，只有2天。翻倍。可以，谁也不亏。柳如烟不是傻子，如果策划案是失败的，徐艺得不到任何一分钱，也看出了他的实力。就算他现在什么都不做，回去综合部也是打2天的游戏。女人都是天生的演员，尤其是扮演一个弱者，而对徐艺来说也不亏，用能力赚钱而已。这是来荣耀的计划，只有在这个地方，他才有机会去发现问题，再去解决问题。徐艺走了，留下了纸篓和柳如烟。他现在要的只有钱。去了大半个小时，综合部的人已经开始猜测这个突然杀出来的家伙是谁了。有人向小杨家打听，有人也在心中诽谤，肯定是柳如烟春心荡漾，看上了这个油头粉面的小子。这就是人心的不同。当然，他们也就只敢在心里想想，往往吃不到的都是酸的。何况柳如烟经常打扮得十分妖艳，哪有什么人之初性本善？肮脏的心是与生俱来的。杨澜也好奇地向小杨家打听这个徐艺，怎么第一天来上班就被刘总喊去了办公室，而且这个人还是先入职后办理的手续。八卦是女人的天性，更何况小杨家这个八卦头子在这里，他早就把徐艺打听得明明白白，鬼鬼祟祟的左右打量，压低声音小声道：“姐，这个徐艺可没他长得那么老实。我听说这个家伙在周五面试那天就和刘总动了手，打得不可开交。”和刘总动手？杨澜的眼角微微有些抽搐。这个事在公司可不是什么秘密，在周五那天就有人猜测是谁竟然敢和公司的夜叉娘娘动手。脑海中出现的画面让杨澜不由揉头。安静祥和的综合部好像是来了一个不太安静的人啊。在姐妹俩八卦的时候，办公室虚掩的门被敲响。杨姐，刘总让他的秘书快点回去报道，有事。徐艺回来了，小杨家也不敢在综合部继续偷懒了，起身一路小跑，走的时候没忘记顺走综合部的零食。小姑娘的个头不高，这贪吃的劲可不小。然后徐艺就想起了温暖抱着零食在沙发吃的画面。他最难以接受的就是有人在床上或是窝在沙发上吃零食，弄得满地都是。坐在椅子上发呆，好像忘记了找柳如烟要资料。难道说还回去一趟？回想起柳如烟的嘴巴，徐艺打了一个寒战，还是晚一点，等小杨家忙完找他要吧。实在不行就去找温温柔柔的杨姐。在徐艺发呆的时候，苏亮拖着椅子蹭到徐艺的身边，小声问道：“一哥，一路可还安全？刘总找你报周五的仇。”徐艺伸出手按住苏亮的脑袋，笑骂道：“你咋比娘们儿还八卦？你还真猜对了，刘总就是找我报仇去了，收拾收拾办公室的卫生，然后分了一堆的工作。早知道他是老总，哥们儿也不能动手啊，是不是？得了，一哥，你可别得了便宜还卖乖了。刘总的脾气虽然暴躁了一点点，他可是实打实的女神，多少人宁愿挨骂，也想多看刘总一眼呢。下次你不愿意我去？”苏亮一脸的猥琐，徐艺则是眼神发亮的看着苏亮，认真道：“你说的不带反悔的。听说刘总今天是一身短裙和高跟，你还有这个嗜好？我愿意被抽鞭子。”苏亮那一脸猥琐的样子让徐艺很是无奈。这时候坐在他们对面的姑娘小声骂了一句变态，结果苏亮就放弃了徐艺，去和小姑娘掰扯变态和爱情。这自来熟的性格挺让徐艺舒服的，交朋友不累就好，他也没有心思去和人算计来算计去。这时候门口传来一阵急促的脚步声，小杨家回来了，怀里抱着20多个文件夹。综合部牲口们见有机会讨好小杨家，连忙上前帮忙，结果一个个的被踢开。我还是孩子，你们别来占我便宜！说话间抱着一沓文件来到徐艺身边，砰的一声放在桌子上。平常经常来综合部偷懒，喜欢胡闹。徐艺，你别和他一般见识。原来是亲姐妹啊，温温柔柔的杨姐怎么有个这么顽皮的妹妹？徐艺挠了挠头，转头发现同事都在偷笑，徐艺更尴尬了，挠了挠头小声道：“还是我的错，
不应该戏弄杨家的。杨澜摇了摇头，温柔笑了。以后都是同事，低头不见抬头见的，不用这么客气。刚才刘总也给我打过电话，说周4要看到结果，如果有不懂的可以来问我。好的，杨姐。徐毅突然接到了工作，这就让综合部的其他员工不乐意了，而且还是刘总亲自交代的工作。做咸鱼就一起做咸鱼，你突然工作了，就显得我们更清闲了。这落在哪个部门经理的眼里都不好看，没有人愿意工作，他们也不愿意看到徐毅工作。新来的你就要遵守这里的规矩。刚来第1天就想要立新标讨好领导，徐毅不知道这些人的想法，他和这些人也不一样，他们赚的工资已经能满足生活了，或许其中也有几人根本不需要出来上班。徐毅确实很缺钱，现在的温暖看着好说话，可时间长了，肚子疼回来后在他耳边嚼舌根呢，人心都是肉长的，都会动摇。深吸了一口气，找到最基础的资料，看看是什么难题让策划案全体阵亡。看了一个下午，苏亮喊了一声下班，徐毅才发现已经5点了，是该收拾回家了。徐毅整理文件想要带回家的时候，苏亮突然笑嘻嘻地搂住徐毅的肩膀，小声笑道：一哥，别这么努力，并不是所有人都愿意看到努力的人。徐毅微微一愣，立马明白了苏亮的话，深吸了一口气，自嘲笑道：亮，如果你知道我的压力后，或许会理解我。我没有去卷任何人的意思。苏亮还是那一副玩世不恭的笑容。每个人都有每个人的生活，但也应该有一个防备。事情很困难。看你皱了一下午的眉头，如果需要，一哥，我就是客气客气。可能是演员，也可能是徐毅很久没有交朋友。只不过他们这勾肩搭背的样子落在别人的眼里就不舒服，尤其是一些男人，在他们眼中，苏亮就是一条摇尾巴的狗。徐毅，你快回来，我好饿呀！在徐毅准备加班的时候，温暖的电话打过来了，忘了家里还有一张嘴等着吃饭呢。3年养成的习惯让徐毅选择放弃工作回家，有些事情回家也可以继续做。轻声告诉苏亮，明天一起。挤上公交车，踏上回家的路。路上想着昨天做的菜应该还剩下一些，热一热晚上可以再对付一份。随后这个想法就被质疑了，温暖会同意吗？哎，都离婚了，我为什么要在乎他的想法？一路上内心都在做决斗，最后决定不买菜直接回家。打开房门的时候，看温暖窝在沙发上吃着薯片，徐毅脑门出现了黑线，这是快要饿死的样子。温暖也看到了徐毅，连忙收起了薯片，跪坐在沙发上大喊饿了，并且威胁徐毅要给钱婆婆打电话，说徐毅虐待她。徐毅深吸了一口气，第1天上班比较忙，还没习惯，你还是别给我妈打电话。前几天她还在问今年过年要不要回去呢。这要是知道咱们俩离婚了，你应该没事，但我可能会死。哎呀，离过年还有几个月呢，你别啰嗦了，我要饿死了。菜我买了，在厨房呢，快点去。你不去，我就告诉妈，是你提出离婚的。温暖没有改口叫阿姨，徐毅也没放在心上，走进厨房开始准备晚饭。看着扔在橱柜上的菜，徐毅有些迷茫，不由得咧嘴笑了笑，差不多都是他爱吃的，也不知道是温暖错打正着还是有意的。忙碌做饭的徐毅突然想起了柳如烟交给他的工作，不由得开始问道：小暖，听说新陵区交界处飞机场边上有块地要改建，你们康想招标了吗？不是招标，是在市里几个企业里面选一个冤大头去做。这块地怎么做都会赔钱，董事会那边托了关系，畅想只是凑一个热闹。怎么，你的新公司也在招标里？温暖不知什么时候出现在了厨房的门口，靠着门框歪头的看着徐毅做饭，突然开口吓了徐毅一跳，转过身皱眉道：你跑这儿来干嘛？我也不知道是不是在招标里边，只听同事们聊这件事情，就好奇的问问。肯定会赔钱，飞机场是训练新手飞行员的，不可能挪走的。就是装饰城对面那个老小区，飞机有时候会晚上训练，居民和飞机场那边闹得很不愉快，咱们的衙门口也没办法动迁呗，但他们也不想亏损，所以就找一个冤大头呗。徐毅放下菜刀，转过身皱眉道：这回事啊，现在的房子隔音还算不错了，但现在的人都追求电梯不能高于现在的楼高，这个位置又不适合洋房，早晨会堵车，接孩子比较麻烦。对面是装饰城和小商品城客运站，再走不远就是大润发和财富街，似乎是做什么都会亏损。拆迁款谁负责？你先炒菜，我饿了。温暖握着拳头威胁徐毅，后者连忙转身准备晚饭。这时温暖继续道：这款项是衙门口负责的，这块地要花钱买，说是竞拍，但应该在拍卖前会有人接到指令，给谁就是走个形式而已。这么多年，衙门口一直给我们这几家集团行方便，谁也不好拒绝。这个地方做不了小区，商场也不行，楼层少了显得比较小，高了机场会不同意，一个烂摊子。我倒是希望荣耀接了，
到时候他们就没心思和放享竞争了。认真炒菜的徐毅心里有了一个大概，看样子是柳如烟已经知道这个烂摊子会落在荣耀的头上呀。2天40万，如果亏损能亏多少？土地5年不建设就会被收回去，衙门口会强迫他们建设，无论做什么，算上地皮和建造的产业，跟你欠我的差不多。我说的是亏损，其实最主要的是名声。你就别想这些没用的，先想想怎么还我钱。想起你和我离婚，我就很生气。今晚我要吃4个菜8个碟。有鸡蛋壳，你吃不吃？徐毅没搭理温暖，吃饭的时候脚丫子被踩了10几下，徐毅也没当回事。饭后洗碗，温暖气冲冲的上楼，徐毅就没明白这怎么突然就生气了，也没招惹他呀。想不明白也不想，收拾好家务，徐毅也回了2楼，继续看着手中的资料。现在还不急着去做策划，他要从这个城市开始切入，不能把目光局限于这一块地。忙着忙着，房门被推开，穿着睡衣的温暖突然扑向徐毅，又打又咬，直到把徐毅骑在身下宣布了胜利后，才一脸得意的离开，顺便拿走了徐毅的手机，直言的告诉徐毅，离婚也是要有冷静期的。我拉黑了肚子疼，你也老实点。你要是敢背着我勾搭别的女人，你现在就还我钱。徐毅生无可恋的看着温暖叹气，傻子才会选择一个背负400万的男人。另外我连个微信都没有，我能勾搭谁？唯一的一个扣扣你还给我注销了。温暖你过来，咱们俩得谈谈。你这不由分说的把我收拾一顿，你过来。看着徐毅就要起身，温暖连忙用徐毅的手机拨通了一个号码。在徐毅站起身的时候，温暖开口大喊，妈，徐毅要打我。事情闹大了，徐毅万万没想到温暖竟然会给老妈打电话，放下了手里的所有工作，对着电话那边的老妈解释只是和温暖闹着玩的，没有过想要动手的意思。电话被老头抢了夺去，不由分说的把徐毅大骂了一顿。老头这辈子没多大的出息，但有一点好，从没让老妈做过饭，也没和妈生过气。听说徐毅要打媳妇，老头忍不了了，最后徐毅哀求温暖作证事情才解决。老妈下了命令，要他们俩今年回家去过年，老两口不麻麻烦烦的来找他们了。孩子不回家也没个过年的意思。电话挂断了，徐毅躺在榻榻米上，望着屋顶无力道，算了算了，现在要咱们俩回去过年，你要不去，妈刨根问底的打听。要是知道咱们俩离婚了，你的第一根据地也就等于是没有了。温暖盘腿坐在徐毅身边，撇嘴鄙夷道，看你那点出息，我过年回去看妈和你有关系，妈对我可比陈暖秋对我好多了。去洗澡去。你晚上又不和我一起睡？我洗。温暖你属狗的，撒嘴！温暖和徐毅在胡闹的时候，肚子疼已经踏上了回国的飞机，他不能再等下去了。大学毕业当天，校华给我400万，让我当他3年协议老公，可3年的时间却让我忘记我们之间的协议。今天在半梦半醒之间，我爬上了他的床，然而他却一脚将我踹开。混蛋，别碰我！就这样，在身体和灵魂的折磨下，我过了2000个日夜。今天我实在忍不住了。小暖，我们离婚吧。原本还融洽的早餐气氛，因为我的这一句话瞬间降到了冰点。你想好了，你提出离婚是要赔偿我400万的，如果给不了我400万，我会把你送回监狱。小暖带着几分威胁的语气，她现在还不想离婚，3年的时间已经让她习惯了身边有个叫徐毅的家伙。我笑着点了点头，离婚吧。如果等他回来再离婚就不好了。这3年来，谢谢你对我的照顾，欠你的400万，我会想办法在1年内还给你。今天有时间吗？下午去办离婚手续。骄傲的性格让小暖不再给我机会，而且不用下午。在民政局开门，不过10分钟我们就从里面走了出来。小暖看都不看我一眼，驱车离开。留在门外的我眼里都是苦涩。开车还没走出200米，一个电话让小暖把车停在了路边。电话刚刚接通，对面就传来了一道熟悉又陌生的声音。小暖，昨晚的电话为什么是他接的？我原本十分高兴想告诉你，我马上就要回国了。可当我说完后，竟然是他告诉我知道了。难道你们已经……肚子疼，请你收起你脑子里的污秽。我的手机昨晚留在了1楼，还有其他事吗？我很忙。听着电话里面传出其他女人声音后，小暖迅速挂断了电话。她突然感觉之前脑袋绝对是让门挤了，竟然会喜欢这么个浪荡的男人。离婚再加上被肚子疼恶心一番，小暖实在提不起兴致去上班。从没有无端旷工的温副总裁神奇的旷工了。开车返回温家，温暖直接推门走进了卧室。这回还没起床的陈暖秋歪着头看着宝贝闺女，随后就被她抱住了身子。妈，我和徐毅离婚了。
11点的温家，小暖被迫坐在沙发上，面临着爸妈的审问。老温是个宠孩子的人，可他今天却没有护着女儿，任由这个宝贝闺女被说教。小温暖，你是真不知好歹，一直欺负徐艺，就不说你了，可你怎么能离婚呢？这几年来，你在工作上顺风顺水，是谁在你背后帮助你？你的那些工作，哪一个不是徐艺大半夜替你做的？在家照顾你吃喝拉撒，都浪费了徐艺这一身的本事。他每天早晚饭给你做好，洗澡水给你放了，就连内衣内裤都是徐艺给洗的。也不知道上一次是谁告诉我，家里有个男人真好。现在你告诉我离婚了，哼！徐艺是倒了几辈子血霉，碰上你这么个玩意儿。被呵斥的小暖脸上有些挂不住，挺起胸脯开口反驳道：“我是你闺女，还是徐艺是？我告诉你，是徐艺提出离婚的，是你闺女被人甩了。”闻言，一旁的老温当场不干了，吵吵着拿出手机就要质问那小子。他温淑的闺女哪里配不上这个小兔崽子？可惜电话还没拨出，就被陈暖秋开口怒喝：“你还好意思打电话问徐艺？你就不怕徐艺说一句小暖的心里有别的男人？他不就是在等杜家的那小兔崽子回来吗？你以为是我不知道，还是徐艺不知道？小暖，我告诉你，你要敢和杜家的小兔崽子在一起，老娘就收回你手里的所有股份，到时候再看杜家小兔崽子把你一脚踹开。股份是我爸的。”哼！你问你爸敢给你吗？老温，要不要练练军体拳？陈暖秋瞪了一眼温淑，他这一次站在了媳妇这边，然后皱眉向小暖轻声说道：“我和你妈的意思一样，不会同意你和杜子腾在一起的。”小暖抬起头，眼神愤怒地看着爸妈，咬牙怒道：“现在是徐艺不要你们的闺女了，不是我不要徐艺了。昨晚杜子汤给我打电话说他要回国了，回来就和我结婚。电话是徐艺接的，今早他就提出了离婚。你们说我有什么用？徐艺好，你们就去找徐艺去。”面对小暖的反抗，陈暖秋明显的不放在眼中，眼神讥讽地看着自家闺女：“你以为你那点小把戏，我这个当妈的看不出来？杜子腾要回来了是吗？从明天起，我就会把你的房子以半价卖掉。既然离婚了，就回家来住。你要是敢超过晚上9点回来，我就打断你的腿。你以后要谈恋爱，和谁都可以，就是不能和杜子腾在一起。今天我把话放在这里了，你今天也哪儿都不能去。我现在去找徐艺问问他，到底是为了什么要离婚。小暖，你最好希望徐艺不要告诉我事实。”话落，陈暖秋站起身，投了个威胁的眼神给老温。他要是敢放温暖出门，他就别想有好日子过。部队出身的陈暖秋从来不会拐弯说话，他也不会去温言软语的劝说小暖，因为老温扮演了这个角色。要是他再不强势一点，这个家就没人能管得了这个丫头。陈暖秋回房间，拿出一本房产证，瞪了小暖一眼：“如果不想让你二舅出兵抓你，就老老实实在家里待着。我今天就去卖房子，然后找徐艺，你爱干嘛干嘛去，那就是你捡来的。你找你的徐艺儿子去。”陈暖秋没有理会温暖，打开大门扬长而去。此刻不知何去何从的我正在马路上游荡，突然手里的古董手机响了起来。看着屏幕上丈母娘3个字，我的汗水瞬间从额头流下。我颤颤巍巍地接通电话道：“喂，你好。”“小兔崽子，是不是老娘掉脸给多了？你再说一句你好试试，我这就给部队打电话，崩了你这个小子！”“妈，我错了。”“这才乖嘛，这大中午的还没吃饭吧？我在百姓彩里等你。问问你和小暖离婚的事情，我只给你10分钟时间，你敢不来？”“我知道，我敢不去，您就派部队来抓我。10分钟，我一定赶过去。”夏天晌午的天气十分炎热，打不到车的我一路小跑走进包间的时候，丈母娘正好拿出手机，似乎要拨打电话。陈暖秋看着气喘吁吁的我，淡淡点了点头：“还不错，离婚后也还把我这个丈母娘当回事。告诉我因为什么和温暖离婚，想好了再回答我，要不我真的会嘎了你。”见此，我只能谎称我那方面有问题，不能生育。走，去医院，我现在给小暖打电话，叫她过来陪着。对于丈母娘，我是一点办法都没有。去医院是肯定不能去，要是丈母娘知道我撒谎，我真的死定了。我叹了口气，坐在了椅子上，低声道：“我和小暖结婚只是一场交易。当年我落难，我妈需要40万的手术费，我没有办法，只能求小暖救我。我们2个结婚，也是她拿捏了我的把柄，我帮助她应付您2老。现在合约的时间到了，我也不能耽搁小暖。”没办法，在丈母娘面前耍小聪明，只会死得更惨，只能老老实实的交代。只不过交代的时候，我把责任都揽在了自己的身上。但丈母娘的注意力似乎不在我俩协议结婚上，反而是皱眉质问：“我很老？”“没，你一点都不老。”“少了个字。”“妈，
你一点都不老，嘿嘿，出门都说你和小暖是姐妹呢。陈暖秋满意了，随后开口道：协议结婚，我可以认为你们这3年是在恋爱。小暖这孩子缺点的确挺多的，明明很邋遢，却是吵着自己有洁癖，没有一点生活技能，除了学历相貌不错，也没其他的优点了。难道说你对小暖一点都不喜欢吗？几年的时间，就是身边有条狗，也应该有感情吧？不是说你是狗，我是说小暖。彪悍的丈母娘是我额头的汗水都没有停过，我擦着汗小声道：你也知道我的出身，要不是因为我有把柄，这辈子也不会有小暖这样的姑娘和我搭话呀。这玩意儿不得讲究个门当户对，就算我喜欢小暖也没用啊，她喜欢的是别人。你说杜家的小崽枝，他肚子疼，不就是看上了小暖手中畅享集团的股份吗？也就小暖这种傻蛋能以为他的紫藤哥哥真的喜欢他一样。你说你要离婚也不和妈说一声，现在怎么办？杜子腾回来，小暖这个傻蛋要飞蛾突厥，难道说要把老温一辈子的心血都送给杜家？我就后悔怎么没生个带爸的呢。这话我是真的不敢接，点头也不是，摇头也不是，但好在陈暖秋没有太为难我，在包里拿出10万块钱扔给我。离婚就离婚了，我陈暖秋不是那种古板守旧的人。这3年来你叫我妈，现在你不是我女婿，也算我半个儿子。小暖小心眼儿，你手里头要是有1万块钱，都算我陈暖秋白活。这些你先拿去用，别想着离开这个城市。以后我和老温出了事，还得你过来帮忙呢。你敢拒绝，我就让部队的人把你嘎了。不拒绝，不拒绝。拿人手短，而且还不是小数目，可我是真的不敢不拿呀。丈母娘的彪悍，我领悟了不是1天2天了。吃饭的时候，陈暖秋突然开口：温暖在畅想能服众了。大口八饭的我点了点头。陈暖秋怎么看我这个女婿怎么顺眼，相貌英俊，和温暖正配，而且很有才华。眯眼看着我，笑道：要不要回畅想集团？我可以让老温给你一个策划部部长做做。我苦笑着摇了摇头。妈，你别闹了，我回畅想，温暖还得以为我对他穷追不舍呢。离婚了就保持点距离。再说了，畅想那边员工不知道我和小暖的关系，可高层见过我呀。另外那个人要回来了，怎么说我也是温暖的前夫，看着前妻和其他男人走在一起，这心里怎么也会不舒服。所以啊，您就放小的一条狗命，可好？陈暖秋的表情明显的有些失望，轻声叹了口气。你啊，骨子里面那点骄傲都用在我们身上了，愣是没给一点给小暖这个小笨蛋。他还傻乎乎的以为你的能耐都是他教的。既然你执意如此，我也不为难你。但你和小暖离婚了，也别急着结婚。遇到心仪的姑娘就告诉妈，软的不行，咱们就用钱砸她。我短时间内不会恋爱的，先把麻烦解决了，然后在这个城市买个房，再考虑恋爱的事情。妈，您应该去打麻将了，这已经是赵姨的第4个电话。说话间，陈暖秋的手机响了。陈暖秋接通电话，开口骂道：催命啊！老娘和女婿吃顿饭，你们这个催，你等着，我去赢你的钱。小易在你边上吗？一起带过来，让姐姐好好稀罕稀罕。小易可是做了一手的好菜。呸！不要脸！别勾引我女婿，外面的公狗有的是。徐毅，你赵姨问你去不去？不了，赵姨，我下午还有事儿，要去给小暖买菜。话说到此，我突然愣住，原来真的会养成习惯。电话中的淑女姐姐咬牙怒道：哼，陈暖秋，过来给我受死！彪悍的丈母娘走了，开了一辆很低调的 A6。再一次回到街上的我面容苦涩，随后握紧拳头，新的生活要开始了。买烟去，我的心态比较乐观。买了包烟后，就去了中介找房子，最后选了一户价格偏高的顶楼复式结构的房子。400万的债务不是省吃俭用就能攒够的，想要偿还债务，单依靠节省是不够的。另一边，小暖已经处于崩溃的边缘了，房子被卖掉了。丈母娘轻描淡写地告诉小暖，打麻将把房子输给了她赵姨，有什么意见就去找姓赵的。对这个从小就逼迫自己要叫姐姐的赵姨，温暖始终保持敬而远之的理念。这位为老不尊的长辈会追着她问我的体力怎么样，这让未经人事的温暖都不知怎么去回答。在这方面，温暖纯洁的就像一张白纸。此时温暖坐在床前发呆，自己真的喜欢肚子疼吗？还是把它当做了一个精神上的寄托？他已经出国多年了，其实时间已经冲淡了一切。在刚刚结婚的
的时候，一通远洋电话会聊到深夜。随着时间流逝，深夜缩短成了1个小时，最后会因为我喊上一句吃饭而挂断电话。我也会在他每个月最难受那几天，早早的起床煮一碗鱼头豆腐汤，也可能是排骨汤，会用保温杯给他准备生姜枸杞水，要他带着去公司。一瞬间，小暖迷茫了，脑中肚子疼的身影越来越模糊，反而是我的模样越来越清晰。温暖没办法忍受这件事情，他是被我给甩掉的，他不允许在这样的情况下还想这个男人。感觉快要崩溃的小暖拿起钥匙和手机冲出了家门。酒吧里，小暖看着这个陌生的环境，他鼓起勇气走进了这个从未来过，心里也十分抵触的地方。但他需要发泄，小暖越喝越生气。怎么能不争气的想起徐毅这个家伙？他除了做饭好吃点，收拾房间利索，洗衣服干净点，脑子聪明点，长得帅一点，还有什么别的优点？最重要的是，这个家伙竟然敢提离婚，把我温暖给甩了。已经醉酒的小暖没有发现，他的脑海里根本没有肚子疼这一号人。酒不醉，人人自醉。你好，美女，能否给我一个机会，请你喝一杯？已经记不得这是第几个过来搭讪的，小暖只想自己安静的喝会儿酒，转头看了一眼这个年纪约41岁、一身名牌的男人，小暖皱眉问道：我年薪有6位数，有100万以上的手表，家里有副厅级的亲戚，我缺你一杯酒？中年男人笑了笑，转身离开。在他的语气中，他能感觉到这个女人并不是在问他，而是在告诉他，他所说的他都有。小暖准备起身离开的时候，身边又来了一个搭讪的青年。给个面子，那边的朋友都看着呢，过去喝杯酒吧，一个人多寂寞。嘿嘿，姐姐这腿真好看，不介意弟弟摸一下吧？滚！温暖把杯中酒泼在了社会小青年的脸上，远处准备要离开的中年大叔折返而归，坐在了不远处。他似乎在等待英雄救美的机会。彻底丢面子的小青年也不再伪装，咬牙骂了一声婊子，抬手就要动粗，可他的手没有落下，手腕被人擒住。小青年的身边出现了一个胖子。沈进，在这里动粗，你是想被抬着出去？不是所有人都是你能碰的，知道吗？远处沈进的朋友也发现了这边的异样，纷纷起身走上前来。可小胖子看都没看一眼，抓住沈进的手臂甩到了一边后，对着小暖温温柔柔的笑道：嫂子，你咋自己过来了？这会已经醉酒的小暖眼神迷茫的看着眼前的小胖子，歪着头好奇问道：徐毅的弟弟？拜把子兄弟，我姓孙，叫我福宝就行。这酒吧是我姑父姐姐和别人一起开的，我经常在这里。嫂子，你开车来的？这么晚了不安全。这几个孙子要是耍阴的就不好了。刚才我给一哥打过电话，这会儿应该快要到了。徐毅要来？小暖不知道自己为什么会慌张，颤颤巍巍的就要离开酒吧。怎么越不想见到这个家伙，就越是和他脱不了关系？小暖要走，沈进的人肯定不会同意，吵着要给他们一个解释。毕竟咱们都经历过，这已经成为了荣耀集团的一个传统。等电梯的我脑子里全是后怕，又想着算不算是离婚的报应。前脚离婚，后脚被陈暖秋收拾了一通，然后就是小暖又回来了，今早差点被车撞死，面试还不理想。电梯开了，我带着满脑子古怪想法刚走出一步，就感觉胸口传来一阵柔软，还没来得及看清眼前是什么东西，小腹就肿肿的挨了一拳，随后耳边传来尖锐的怒骂：走路没长眼睛啊，占老娘的便宜，你是不是想死？话音还没落下，我的头发就被人抓住，挨了一拳，又被抓头发的我大怒，伸手就抓住女人的头发。女人传出一道尖叫，高跟鞋狠狠地踩在了我的鞋子上，随后就是我的哀嚎。这回我已经看清了眼前的人，她就是刚才差点撞死我的那个女人。告诉我你是哪个部门的，老娘现在就要把你开除！你给老娘放开！说话间，女人的手更用力了，自认不是绅士的我也没有留情，咬牙怒道：老子不是你们公司的，在楼下差点撞到我，我正愁没地方找你呢。徐毅身子后仰，看着眼前的这些文件，嘴角微微有些抽搐。小杨家在口袋里拿出一罐红牛，也放在了桌子上，气喘吁吁道：刘总说让我把这些资料都给你，顺便说让我给你带咖啡。我很穷，就去了市场部给你顺了一瓶饮料。你别告诉刘总。看着三无萝莉握着拳头威胁的样子，徐毅笑了笑，把红牛丢给了他。杨小秘书辛苦了，这就当做是犒劳你的。杨家毫不客气地收起红牛，随后才想起徐毅的那一句小秘书，当即大怒，挺起小胸脯娇声喝道：姐姐哪里小了？徐毅捏着下巴，故作沉思地看着杨家。还是小。姐，徐毅他欺负我。小杨家一秒入戏，眼看着眼泪就要下来了。这一下徐毅慌了，连忙起身，道歉不是，不道歉也不是。这时候杨澜在办公室走出来，对着妹妹的脑袋敲了一下，随后对徐毅笑道：她是我亲妹妹。